大家好啊，我是尤布。今天我们继续学习普门品的经文。应以长者、居士、宰官、婆罗门、妇女身得度者，既现妇女身而为说法。应以童男、童女身得度者，既现童男、童女身而为说法。应以天龙、夜叉、乾大婆、阿修罗、伽楼罗、紧那罗、摩吼罗伽、人非人等身得度者，即皆现之而为说法。应以执金刚神得度者，即现执金刚神而为说法。我们看经文这句，应以长者、居士、宰官、婆罗门、妇女身得度者，即现妇女身而为说法。通过这句我们要知道，前面谈到出家在家七众弟子，后面所谈的则是一般世俗的人，官员、种族以及天龙八部。所谓妇女身，不是长者的妇女身，或者居士、宰官、婆罗门的妇女身，而是以长者、居士、宰官、婆罗门以及妇女来分类的。即现妇女身而为说法，这其实是一种简略的翻译方式。我们千万不要误解经文，应是即现长者、居士、宰官、婆罗门、妇女身而为说法，包括各类的身份以及不同的种族。接着经文说，应以童男童女身得度者，即现童男童女身而为说法。这里的童男童女我们不能把它当成小孩子来看待。这里的童男童女是指尚未开化的男女，童即是童真未开化的意思。如果要帮助未开化的男的或者女的即现相同的身而为他们说法。接着经文说，应以天龙、夜叉、乾闼婆、阿修罗。那么这段经文是谈天龙八部。天龙并不是天上的龙。根据佛教的经典龙比天的福报要小，可是心性比阿修罗正。因为阿修罗好战，天龙属于八部众之一，并不在六道之内。也就是说，天龙八部不是畜生道、天道或者阿修罗道，也不是人道，而是另外一种族类。一般所谓的海龙王就是天龙，而夜叉呢，介于鬼与神之间，几乎都是偷偷摸摸，不敢明目张胆的。乾闼婆是以音乐作为生活的依归，整个环境笼罩着香气，以香味作为气氛。这里阿修罗与六道中的阿修罗是有所差别的。六道中的阿修罗专门与天道战斗，以福德因缘而言不如天道，可是比人道的福报要高。所以这里所谈的阿修罗其实就是所谓的罗刹，男的很丑，女的很美丽，通常以迷惑的手段去对付人。紧接着经文说，迦楼罗、紧那罗、摩吼罗伽、人非人等。这个迦楼罗以现在的说法偏于跑江湖、表演魔术之类的，这是以假象而言。紧接着紧那罗，这则是属于经典上一种黑神，脸孔有黑的、绿的或者是红的。而摩吼罗伽可以说是自以为聪明的人，其实没有智慧，也就是所谓投机取巧的类型。
而最后说到人非人，其实是以非人而言的，也就是人死后的中阴身以及所有鬼道众生皆是非人。虽然有人的样子，可是不同于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原本是人，根据业力的轻重，往生投胎的地方既有所不同。人非人啊，我们千万不可以理解为人以及非人。这个人非人通常是指鬼类、中阴身，一般看不见的。凡是这个类型的人，观世音菩萨以同样的身份方式度化他们。接着经文说，应以执金刚神得度者，即现执金刚神而为说法。我们要知道啊，神分为两种，一种是天神，一种是地神。天神呢，通常属于色界以上，地神则是属于欲界。执金刚神手上拿着金刚杵，是色界的神，可是掌管欲界的事儿。民间有所谓的代天巡守，其实执金刚神是代替天道巡守欲界中不正当的事儿，比如人道的警察属于带枪的执法者，而执金刚神的工作相当于警察执法的情况。那么这段经文其实是反映前面所说观世音菩萨以各种不同的相应身救度众生。那么关于应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这个问题我们千万不可以当成比如应现宰相身则变成宰相而对宰相说法，这么理解是不正确的。所谓各种相应身，绝不是变化成相同之身，而是相应于众生的知识经验来说佛法。观世音菩萨既是以佛陀所制定七众弟子的身份分别说法，比如面对比丘尼说比丘尼的法，面对比丘则说比丘的法，因为他们本身的戒律以及所处的环境不同。比如优婆塞以及优婆夷是在家居士，在家学佛弟子必须以在家的方式说法，不能对在家居士说出家法，因为他们不适用，环境也不许可。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应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并不是变化身，而是说法者的修养智慧必须相同于被度者本身的专业，这一点必须要特别的注意。那么好，关于普门品的经文，应以长者、居士、宰官、婆罗门、妇女身得度者，即现妇女身而为说法；应以童男童女身得度者，即现童男童女身而为说法；应以天龙夜叉乾闼婆阿修罗伽楼罗紧那罗摩吼罗伽人非人等身得度者，即皆现之而为说法；应以执金刚神得度者，即现执金刚神而为说法。我们就学习到这里，感恩大家，我是优布。